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不看不知道，程毅在古装剧里的这些小动作，竟暗藏大玄机。自《琉璃》这部剧大火之后，程毅的名字瞬间在观众中口口相传，迅速走红。他那别具一格的古装扮相，还有极具感染力、特别有张力的表演风格，使得他一下子就成为了观众心目中古装男神的标志性人物，更是成为了热门古装剧的核心支撑，扛起了剧集的热度大旗。从《琉璃》里那个浑身散发着清冷气质，对待感情又极为深情的雨丝凤，到《莲花楼》中活得洒脱自在、淡然处世的李莲花，再到还未与观众见面，却已经在网络上引发热烈讨论、火得不行的富山海里，一人挑战分饰三角的大胆突破尝试。程毅在演艺这条道路上不断前行，持续成长。他不仅凭借自身帅气逼人的颜值以及独一无二的个人气质，成功征服了广大观众的心，更依靠对每一个角色深入透彻的理解和极为精准、生动的演绎塑造，为古装剧这一领域注入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让古装剧有了不一样的魅力。程毅的古装形象之所以能在观众脑海中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他所呈现的造型与自身独特气质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契合。他的五官并非是那种传统意义上大家普遍认知里浓眉大眼、五官明艳大气的浓颜系，相反，他的长相清秀俊朗，线条柔和，周身散发着一种东方美学所特有的含蓄韵味，如同中国画里的留白，看似简洁，实则蕴含着无尽的深意。就拿《琉璃》这部剧来说，剧中他身着一袭纯净洁白的衣裳，头上佩戴着精致的银冠，扮作雨丝凤的模样，将仙侠剧所追求的那种超凡脱俗，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出尘感，演绎得淋漓尽致，达到了极致的状态。他站在那里，仿佛真的是从遥远的仙界降临凡间，浑身散发着让人难以忽视的仙气。而在《与君歌》这部剧中，他所饰演的病娇且性格阴郁的齐燕，形象又截然不同。他身着色调暗沉的唐袍，配上那略显苍白的妆容，两者之间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反差效果。正是这种反差，使得角色内心深处那些复杂的权谋算计，以及在困境中的挣扎与无奈，被清晰、准确地传递给了观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尚未播出的《狐妖小红娘王权篇》中，她的银发造型一经曝光，瞬间惊艳了无数网友。网友们纷纷夸赞，说她就像是从精美的漫画世界中直接走出来的谪仙一般，超凡脱俗。尤其是她在风雪交加的场景中，手持长剑，身姿挺拔地站立着的画面，完美地将仙气与侠气融合在了一起。那飘逸的银发、冷峻的眼神，还有手中闪耀着寒光的长剑，共同构成了一幅绝美而又充满故事感的画面，让人看一眼便难以忘怀，深深地印刻在了脑海之中。然而，程毅那令人称赞的古装扮相，并非仅仅依赖于造型团队精心的设计，更多的是源于他自身对角色气质极为精准的把控能力。以沉香如屑为例，剧中他一人分饰玄烨、应渊、唐周三个性格迥异的角色形象。当他身着墨绿长袍，头戴高束发冠时，整个人看上去英气十足，宛如一位意气风发的少年郎。与此同时，他通过一些细微的面部表情，比如微微皱起的眉头，还有不自觉低垂的眼眸，将战神九成身上那种历经沧桑、内心充满隐忍与孤傲的性格特点，生动形象的具象化展现了出来。正如网友们所评价的那样，仅仅观看没有眼神表现力的定妆照，那不过是一幅平淡无奇的平面画作。但是程毅凭借自己精湛的表演，能够赋予角色鲜活的生命力，
让角色仿佛真的从静态的画面中挣脱出来，活灵活现地站在观众面前。程毅所参演的古装剧涵盖了多种不同的题材类型，在对角色的塑造方面，也充分展现出了极为鲜明的层次性与丰富的多样性。在《与君歌》中，齐燕这个角色表面上给人的感觉是身体孱弱，仿佛没有什么实际能力，是一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深处怀揣着宏大的家国志向，有着不为人知的抱负与谋略。程毅在演绎这个角色时，通过一些极为细微的表情变化，生动地诠释了角色的复杂性。比如在朝堂之上，他会故意做出胆小怯懦的模样，谦卑地低头，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真实实力和内心想法。而当他独自一人处于私密空间时，眼神会瞬间变得锐利而凌厉，仿佛换了一个人一般，将角色那种扮猪吃虎的多面性展现得入木三分。在剧中，他与剧中太监角色之间展开的一系列权谋斗争戏份，更是将紧张刺激的氛围渲染到了极致。双方你来我往，既有棋逢对手时那种剑拔弩张的紧绷感，又不失身为帝王在权谋之术中应有的冷峻与深沉。他的这种精彩演绎被观众们高度评价为教科书级别的微表情管理，足见其演技之精湛。琉璃中的雨丝凤这个角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程毅演艺生涯中的一个封神之作。在剧中，雨丝凤面临着时事的虐恋情节，程毅对于角色在隐忍与爆发之间的情绪转换拿捏得恰到好处，让人拍案叫绝。在前期，他对爱人的温柔守护，主要通过克制内敛的表演方式来呈现，将那种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深情演绎得丝丝入扣。而到了后期，剧中那些角色吐露真心的经典名场面中，他通过微微颤抖的双手，以及满含泪水、眼神中流露出无尽深情与痛苦的双眸，瞬间点燃了观众内心的情感共鸣，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甚至陪着角色一起落泪。他这种收放自如、张弛有度的表演风格，成功的让仙侠剧中常见的虐恋情节套路摆脱了以往那种给人虚幻、不切实际的悬浮感，而是真真切切地触碰到了观众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让观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角色之间爱情的伟大与艰辛。莲花楼中的李莲花这一角色，对于程毅来说，标志着他的表演水平又迈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实现了一次重要的进阶。这个角色相较于以往仙侠剧中那些华丽耀眼的角色形象，褪去了外在的仙侠光环，以一个生活在平凡市井之中的隐士形象示人。通过这个角色，深入地探讨了人生的哲理与意义。程毅在演绎李莲花时，巧妙地运用了一些松弛自然的肢体语言，比如他斜靠在门框上时那副慵懒闲适的姿态，仿佛世间万物都与他无关，尽显洒脱。还有他在处理台词时，采用了略带调侃、幽默风趣的方式，将李莲花那种历经世事沧桑、已然看破红尘的豁达心境，以及在漫长人生中所经历的身世浮沉所带来的苍凉感，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这个角色的命运轨迹与《琅琊榜》中的梅长苏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这种跨作品的呼应，进一步赋予了李莲花这个角色深厚的历史纵深感，让角色更加立体、丰满。程毅的表演之所以能够成功地突破传统古装剧单纯依赖演员颜值的局限，关键因素就在于他对每一个角色的灵魂进行了深度的挖掘与剖析。在拍摄沉香如屑时，他精心设计了九晨手持长剑时，拇指反复轻轻摩挲剑柄的小动作。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动作，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含义，巧妙地暗示了角色内心深处对天规戒律的质疑与挣扎。而在莲花楼中，李莲花与孩童对话时，会自然而然地蹲下身子，与孩童保持平视。
这个小小的细节设计，即大地强化了人物形象融入世俗生活的那种真实可感的烟火气，让观众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角色的亲和力与生活气息。这些由诚意自发设计的细节，如同点点繁星，点缀在角色的演绎之中，使得每一个角色都更加具有真实的厚度与质感，仿佛他们不再是虚构的影视形象，而是真实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有血有肉的人。程毅在剧中的武打场面同样极具看点。他在演绎武打戏份时，不仅仅追求动作的美观与流畅，更注重通过武打动作来传递角色当下的情绪与心境。在《琉璃》中，司凤与许恩基在幽静的竹林中展开对决的场景里，他通过控制剑招的节奏，使其出现滞涩、停顿的变化，以及步伐的凌乱无序，将司凤在面对爱人时内心所产生的矛盾与纠结情绪，巧妙地通过外化的动作展现了出来。而在尚未播出的富山海路透画面中，他所饰演的萧秋水在漫天风雪中挥剑的场景，动作大开大合，气势磅礴。那凌厉的剑招，坚定的眼神，将少年侠客内心的热血激情与壮志豪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仿佛能够透过屏幕感受到那份扑面而来的青春活力与无畏勇气。从已经曝光的富山海剧照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程毅通过细腻的眼神变化，精准地诠释了不同角色的性格特点。比如，他能够通过眼神展现出都市青年在繁华都市中所面临的迷茫与困惑，也能表现出江湖新手初入江湖时的懵懂无知与好奇，还能精准地演绎出高手在历经无数战斗后的坚毅与沉稳。同时，他在体态上也进行了明显的区分，通过佝偻着背来展现角色的疲惫与沧桑，或是挺直腰杆来彰显角色的自信与强大。这种通过多种细节实现的角色间鲜明区隔，充分预示着他的表演维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与提升，展现出了他作为一名优秀演员的无限潜力与可塑性。程毅能够取得如今这般令人瞩目的成功，绝非偶然现象，其背后深刻反映了古装剧创作逻辑的深刻迭代与变革。在以往的古装剧创作中，常常过度依赖宏大壮观的场景搭建，以及华丽精美、令人眼花缭乱的服饰装扮来吸引观众的眼球，而忽略了角色本身内在逻辑的完整性与深度。然而，程毅所参演的这些作品更加注重角色内心世界的构建，力求让角色的每一个行为、每一句台词都有其内在的逻辑支撑，使得角色更加真实可信。例如《莲花楼》这部剧，大胆地采用了从市井百姓的平凡视角来重新解构传统的英雄叙事模式。这种摒弃以往虚幻、夸张的创作手法，向现实生活靠拢的尝试，成功地为古装剧这一传统题材注入了现实主义的新鲜血液，让古装剧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在当下这个娱乐圈普遍以流量为导向的行业环境下，程毅凭借自己扎实深厚的演技，有力地证明了，对于一部影视作品的成功而言，演员能够做到巨抛式表演，即每一个角色都能演出独特的风格与魅力，与其他角色形成鲜明区分，才是作品能够脱颖而出，赢得观众喜爱的核心要素。琉璃与莲花楼在播出后，持续保持着较高的热度，受到观众的广泛喜爱与讨论。而富山海尽管尚未正式播出，却已经在网络上引发了极高的关注度，呈现出未播先火的火爆态势。这些现象充分印证了当下市场对于实力派演员有着极为强烈的需求。观众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华丽的视觉效果与流量明星的表面热度，而是更加渴望看到有深度、有内涵，能够真正触动人心的作品。此外，在程毅所参演的剧集中，沉香如屑巧妙地将儒家的伦理观念融入到仙侠世界的构建之中，通过角色的行为与故事发展，
传递出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富山海》则以武侠精神为核心，巧妙地呼应了当代青年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困境与挑战，给予观众以思考与启示。程毅所参演的这些剧集，常常以古典的故事框架作为外壳，巧妙地包裹着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在传统文化传承与现代文化创新之间，找到了一个精妙的平衡点，实现了两者的有机融合与共同发展。程毅在古装剧领域所走过的道路，恰似一场漫长而艰辛的修行，从最初对古装造型外在形象的塑造，逐步深入到对角色灵魂深处的探索与演绎。他不仅凭借自己独特的古装扮相，成功地拓宽了古装美学的边界，让观众看到了古装造型的更多可能性与魅力，更通过自己精湛绝伦的表演，重新构建了角色与观众之间的情感连接桥梁，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角色，与角色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在《富山海》等一系列新作的有力推动下，他的表演体系正逐步从最初凭借单一角色的惊艳表现，向构建一个丰富多彩、多元立体的角色宇宙方向不断进化与完善。对于广大观众而言，程毅的存在已然成为了古装剧高品质的有力保障。正如众多网友所评价的那样，他所演绎的角色根本无需依赖固定的半永久古装造型来支撑，因为他卓越的演技本身就是为角色增色的最好滤镜，能够让每一个角色都散发出独特而耀眼的光芒，在观众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